来捡鸡蛋。昨天一天忘记捡了，今天应该是积攒了不少。看看这些都是大鸡下的蛋，现在小鸭也开始下蛋了。前几天已经捡回几个鸭蛋了，这个是新的鸭蛋，这也是鸭蛋。这边有3个小鸡蛋，是新的小鸡下的蛋。哎呦，还好没有磕坏。把这几个大鸡蛋也捡回去。还有这2个鸭蛋，一天没捡，被他们弄得挺脏的。主要是昨天下了场雨，否则他们下的蛋其实应该还是挺干净的。看看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，大小还是挺明显的。这是以前的鸡下的蛋，是这种普通的柴鸡蛋。然后像这种小的，特别明显的是小鸡今年的小鸡下的蛋，也就是雏鸡蛋。这2个白的是鸭蛋。其实我一直好奇，这种雏鸡蛋跟普通的柴鸡蛋，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比如说煮个鸡蛋啊，摊个鸡蛋，看看它们的颜色和口味到底有多大的差异，看看哪个更好吃一点。我来准备准备，然后对比一下。鸡蛋攒上2、3天就能攒出一堆出来。看看有这么多了。等下把它洗出来。咱们把新小鸡下的雏鸡蛋，还有普通鸡下的柴鸡蛋各挑出6个来清洗一下。其他的蛋就先暂时找一个鸡蛋盒子把它装起来，这样的话在常温下能够放比较长的时间。如果我们把蛋清洗了之后，就需要给它放到冰箱里面保存了，不然很快就坏掉了。像这些鸭蛋呢，我们就攒起来，攒到几十个之后，统一把它清洗干净，之后给它腌成咸鸭蛋。鸡蛋的清洗还是比较容易的，拿一张厨房纸蘸上常温的水，给轻轻的擦一擦，脏东西就洗掉了。来看一下大鸡蛋和小鸡蛋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我之前还收集了一个这样的超小的迷你鸡蛋，这次也把它和其他蛋一起煮了。看看这么小，拿一个煮蛋的锅过来，把鸡蛋给放进去，刚刚好，这些鸡蛋能够平铺在锅底，如果再多就放不下了。加水，水不用太多，不需要没过鸡蛋。水开了，咱们把火调小，然后定一个3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煮一个3分钟的蛋。户外有风，这2个托盘在这是用来挡风用的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关火。关上火之后，再稍微泡上一会儿，又泡了一会儿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给它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这次的火还是稍微有点大，有些已经煮裂了。来看看这几个蛋的差异，这个是普通的大蛋，这个是雏鸡蛋，这个是超小的雏鸡蛋。剥开几个来对比一下，然后尝一尝味道有什么差异。先剥2个大蛋，再来2个小蛋。小蛋感觉还是要稍微难剥一些，有一点点粘连。把这个最大个的蛋给它剥了。这个可能是今天刚刚下的蛋，粘连比较厉害。一般的蛋在放上2天之后再煮就会好很多。再来一个这个小的。我先来咬上一口，尝尝味道。这个是普通的大个的柴鸡蛋，再来尝尝这个小的雏鸡蛋。
我感觉这个小的雏鸡蛋的口感要会更好一些。看一看这2个被咬开的蛋黄，色泽是差不多的，区别不大，口感上也很相似，只是小的雏鸡蛋口感更细腻一些，吃起来更香一点。我再来用刀切开给对比一下，这个是大的柴鸡蛋，这个是小的雏鸡蛋。这样看起来，除了大小之外，其他的差别并不明显。大的鸡蛋看起来蛋黄的颜色要更深一些，小的稍微的浅一点。咱们来给它拿在阳光下再对比一下，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细微的差异。这个对比呢，和我预期的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小的雏鸡蛋还是要稍微口感更好一点，其他的差异就不是很明显了。总之是，不管是大的柴鸡蛋还是小的雏鸡蛋，自己家里边养的鸡下的蛋，味道要比外边超市里买来的还是要好吃很多的。主要是它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吃起来特别香。把这个也吃下去。外边超市里边买来的蛋，哪怕是有机的鸡蛋，吃起来也是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，尤其是对那些对腥味儿特别敏感的人，吃起来差别特别的明显。这次煮的3分钟的蛋，火候稍微有点大了，然后泡的时间也稍微长了点。如果把火调小一点，泡的时间再短点的话，它应该是糖心的，那样的话色泽和口感会更好一些。自己养鸡下蛋的朋友，对自己鸡蛋的口味肯定是深有感触的，肯定也是百吃不厌。一旦吃过之后，外边买来的鸡蛋就再也下不了口了。我这2片鸡蛋在吃下去之后，这4个鸡蛋就都进肚子里了。建议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还是自己养鸡下蛋，不仅能够体会养鸡的乐趣，还能够吃到健康美味的鸡蛋。同时，每年养的新的一批的小鸡，在第20周左右的时候，还能给你带来1个多月的更加美味的雏鸡蛋。